我操！神级阵法裂了，这又是哪路神仙呀？区区蝼蚁，竟敢伤我血刀门人，还毁我分部！前辈，赔钱行吗？我有的是钱。钱，本座要的是你的命格。你的灵魂充满了铜臭味，正是炼制万灵血珠的绝佳材料。系统，救命啊！还要护驾！警告：检测到化神期神念攻击，宿主当前等级过低，无法完全防御。启动紧急止损模式，扣除宿主所有积蓄500万灵石，抵消本次必死一击。哦，居然没死，有点意思。本座真身正在闭关，30日后，待我出关之日，便是血洗你靠山宗之时。洗干净脖子，等着吧。师傅，你没事吧？那个老妖怪说30天后要来灭门，我们快跑吧！发布主线生死任务：逃跑必死，印记锁定，唯一生路，在30天内挥霍100亿灵石，将系统升级至 LV3，解锁式神级武器库。当前进度：灵异，失败惩罚，神魂俱灭。跑？往哪儿跑啊？只有30天，100个亿。以前败家是为了生活，现在败家是为了活命，不就是钱吗？老子这就去招人，这就去花钱，我要让那个老东西知道什么叫人民币玩家的愤怒。师傅，您这是招弟子还是招祖宗啊？不懂，天才都是要消耗资源的，那种自己苦修就能升级的，对我们宗门毫无贡献。这靠山宗的招新要求也太奇葩了吧！这特别能吃能花钱，资质越差越好。系统，扫描。目标：苏木，体质：上古吞天魔体，未觉醒，诅咒状态。特点：是个无底洞，吃多少资源都很难升级，直到觉醒。评价：极品败家工具人。吃多少都不升级，嘿，这不就是我要的完美刷分机器吗？你过来。啊，我不做那事。想什么呢？想吃饱饭吗？想，但我吃的很多，而且我是个废物，大家都说我是天煞孤星。太好了，我就喜欢废物。这靠山宗掌门是不是傻呀？这乞丐是出了名的丧门星，谁沾谁倒霉。雪雪，把他带回去，以后他就是你二师弟了。师傅，我们要养闲人吗？什么闲人呀？这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徒儿，为师要炼丹，你负责烧火。可是师傅，我没有灵力，点不着火。谁让你有灵力了？用这个烧。这是悟道茶树的树干，价值连城，用作柴火，败家指数5颗星。普通的柴火啊，烧。洗刷刷，洗刷刷。哎，啊，师傅，药材不用提纯吗？提纯？那多浪费时间呀！炸了最好。快炸炉！炸炉了，我就能领100倍返利的神级丹药了。师傅，这要炸了，快跑啊！稳住，别慌，这是艺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吗？
多了。警告：宿主败家失败。由于宿主使用了悟道茶术做柴火，导致火焰品质变异，意外炼成了传说中的9转金丹。本次败家判定失效，无反例。不要金丹，我不要金丹，我要系统反例啊！那可是百倍暴击啊！亏了，亏大了！亏大了！叫文神丹，传说中吃一颗就能立地成仙的丹药。师傅，您真的是丹神在世啊！师傅好厉害，这就是师傅说的随便练练吗？失误，这真的是失误。失败品，看心烦。苏木，身子弱，拿去当糖豆吃了吧。师傅，那是9纹神丹，您给刚入门的小师弟当糖豆。师傅，这也太贵重了。让你吃你就吃，哪儿那么多废话？这玩意儿在我这占地方。既然炼丹失败没反例，那把丹药送人，总能触发赠送反例。我真是个天才。从小到大，只有师傅对我这么好，哪怕这丹药是毒药，我也吃了。快，变强或者变异！系统快结算！恭喜宿主赠送传说级丹药9转金丹，败家程度令人发指，触发暴击反例，奖励上古神兽蛋，未孵化，成1，修为直升金丹期大圆满。舒服了。师傅，我感觉我有劲了。不错，有点人样了。正好，刚才我看日历，明天就是那个什么青州宗门大比了吧？是的，师傅。但是我们宗门只有2个人，哦不，3个人。以前我们连参赛资格都没有。以前是以前，这次我们不仅要去，还要去进货。哟，这不是靠山宗的陆掌门吗？听说你们吞并了黑虎门，怎么穿的还是这么不伦不类呀？清雪啊，有人在狗叫，赏他点什么，让他闭嘴。好的，师傅。拿去买骨头吃。哼！擂台上见真章。在下青云门李峰，见下不长无名之辈。师傅，怎么打？别用剑，剑容易坏，用我给你那叠符咒，一张一张扔。哦。你是符修？第1阶符咒对我没用的。这是2阶爆裂符，你居然用2阶符咒！师傅说了，要败家，这1叠都要扔完。停手！大哥，这只是一场切磋，只是在烧钱啊！这每一张都是几10块零食啊！别停，还有半叠呢，扔不完不许下来啊！无聊，太慢了。触发现实任务，在接下来的赌局中输掉1亿灵石，败家成功奖励无敌领域，绝对防御。输钱，嘿嘿，这个我擅长啊。老板，下一场是我徒弟苏木对战天剑宗首席，赔率多少？苏木虽然符咒多，但天剑宗首席可是筑基后期，苏木胜1赔10，天剑宗胜10赔1。好，我买天剑宗赢。好嘞，你买多少？1个亿。多少？啊，1个亿上品灵石，买我徒弟书。疯了吧？买自己徒弟书？
这是什么战术？师傅，那是1个亿啊！那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你是不是喝假酒了？去，这是投资。苏沫，这一场你要是敢赢，我就把你逐出师门。师傅买我输，还让我必须输。我懂了，师傅这是在考验我的心性，或者是这天剑宗背后有什么大阴谋，师傅在下一盘大棋，又或者师傅是想让我学会示弱，不要锋芒太露。哼，看来你师傅都知道必输无疑了。既然师傅让我输，那我就必须输得漂亮。但是我也不能让你好过，你找死！啊！天剑宗首席昏迷，靠山宗苏沫，射！师傅，我想说的是衣服心动的手。我的1个亿呀！我想输钱怎么就这么难？这破衣服谁给他穿的？陆掌门，您赢了，这是本金加赔付，一共1亿1千万。您真是神机妙算，故意买反向来迷惑对手，实则对徒弟充满信心，佩服佩服。任务失败，宿主未能输掉资金，反而盈利，极其恶劣的赚钱行为，系统鄙视你。惩罚：扣除宿主目前所有现金流。补偿：鉴于宿主虽然赚钱，但心情极度郁闷，特补偿宗门声望大礼包1份。系统，你玩我呢？钱没了，任务也没完成。师傅，我们赚翻了，1亿变1亿1千万。师傅，您简直是股神！低调。谁啊？当着本座晒太阳了？想要狗买？想要宗门？拿100亿极品灵石来换。100亿，本宫给得起。啊，真给啊？但本宫怕你有命拿，没命花。奉父皇密旨，监察天下器物。近日九州大陆灵气异常枯竭，本宫追查数日，终于找到了源头。糟糕，系统细资源被发现了。陆长歌，你身怀窃天之术，动摇国本，你以为你是运气好？不，你是国贼！喂，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啊！我这是合法败家。废话少说，尽云所空。警告：遭到黄道龙气压制，系统连接中断，系统正在重启，重启失败，无法使用仓库，无法使用道具。我操，系统死机了！没有了那些古怪的宝物，你也不过是个筑基期的废物。说，把你背后的邪神交出来，本宫或许可以留你全尸，否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完了，这次真玩脱了！100亿，极品灵石，陆长歌，你是觉得本宫好糊弄，还是觉得这九州大陆没王法了？长公主，这买卖讲究个你情我愿。我这靠山宗，上至掌门我本人，下至这只麒麟种的旺财，那都是孤品。你要是嫌贵，可以不买啊，我又没求着你买。好，很好，在这九州大陆，还没人敢说本宫掏不起钱。来人，给我查，我倒要看看你这破烂宗门到底值几个子儿。莫老，你是皇室首席鉴宝师，去把这小子的底裤给本宫看穿。若他敢虚报价格，本宫今日便平了这靠山宗。
这不可能！长公主，快来看，这地砖，大惊小怪什么？不就是些成色好点的白玉吗？不，这不是白玉，这是万年暖玉，是没有杂质的极品暖玉精髓啊！在中州，这么大的一块暖玉精髓就能卖出1000万灵石，而这里整座山头全是用这种规格的地砖铺成的。这柱子，这是深海沉香万年木，这玩意儿1寸叠万斤，他拿来当承重柱吗？那井水，那竟是凝结成液态的极品灵气。长公主，100亿买下这个宗门，我们赚翻了，真是捡了大漏呀！莫老，您快起来。陆掌门，你看你，刚才开玩笑，怎么还当真了呢？100亿确实合理。我靠，这老莫是不是眼瞎了？我这明明是系统刷出来的便宜货。那我现在涨价了，要150亿。嗨，别，就100亿，成交。不过，100亿极品灵石数额太大，皇室调拨也需要时间。本宫提议分期付款。分期？怎么个分法？先付你1亿定金，剩下的分100年付清。作为条件，本宫要派1名贴身女官入驻靠山宗，监督宗门资产，防止你监守自盗。分100年，也就是我每年只能拿1亿，这1亿够干什么的呀？连买个高级法宝都不够。检测到宿主以极低价格，远低于市场估值，万年暖玉整山价值无法估量，贱卖宗门资产，判定为纠集败家行为。暴击奖励发放，获得神级炼器炉、混元崩山炉1个。备注：此炉内置极其不稳定的狂暴法则，操作不当即易引发覆盖方圆百里的灵气爆炸。由于宿主败家诚意十足，此奖励已直接投放到宗门后山。好，炸得好，分期就分期，只要能让我败家，你怎么付都行。行，成交，合同拿来，我签。陆掌门，这位是顾青烟，从今天起，他负责监督你的一举一动。陆掌门，往后请多指教，我会确保每一块灵石都用在刀刃上。欢迎欢迎，顾大人，你会发现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乱花钱了。既然要监督，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资不抵债。陆掌门，这尊炉子价值几何？为何我在皇室的秘宝录里从未见过？顾大人好眼力，这叫随缘炼丹炉，它的特点就是不稳定，越不稳定，炼出来的药性越猛。一派胡言！这种危险体应该立刻封存，否则会损毁宗门资产。那怎么行？我们宗门现在正是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搞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苏木，过来。徒儿，为师今天教你炼制一种名为听天由命丹的高阶丹药。看到那个红的发紫的旋钮了吗？待会儿你就往死里摁。陆掌门，这不妥吧？啊，师傅，这炉子感觉在骂我。那是他在跟你交流。顾大人啊，你也别操心了，这是我的弟子，我自有考虑。去吧，别怕，这是为师对你的终极考验。只要你可以在这炉火中坚持下来，你的魔体就能更进一步。师父，你疯了吗？那是祖师爷的牌位印啊，那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啊！长歌，你个败家子，你1月回来也不给我，你这是在找死！爽，太爽了！系统结算，快点来啊！恭喜宿主败家成功，损毁黄阶下品法宝巨灵宝印，触发
贝暴击，奖励已到账。恭喜宿主获得修为灌顶，炼器3层，直升筑基初期，获得玄阶极品法宝翻天印，自动炼化。筑基期？怎么可能？你刚才还是个炼器废柴！少长老，你说的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区区破印限制了本座的发挥，现在轮到你了。装神弄鬼！兄弟们，给我上！乱刀砍死他！完了，师傅虽然突破，但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啊，真的很吵啊！终极考验，我懂了。师父为了我，竟然不惜动用这种神级境器，我绝不能让师父失望。就算被烧成灰，我也要拧到底。住手！他只是个筑基期，这会出人命的。陆长哥，你这是谋杀！哎呀，好了好了，顾大人别激动，修行哪有不冒风险的？师傅，药材还没放药材呢。放什么药材啊？直接烧，烧得越旺越好。只要炸了这间刚建好的炼丹房，系统期还得给我补偿1个亿的建设金，这买卖稳赚不赔。完了，全完了！第一天上班，资产就缩水了10%。师傅，我好像练出来了。啥？没炸？啊！吓死我了！果然是块废炭。顾大人，你看，这就是我说的亏损。实验失败，损失药石灵力若干，折合灵石。不是废丹，这是产生了灵智的9品寂灭丹。这种丹药在中州拍卖行是按克卖的，哪怕只有这1颗，也能换回咱们刚才毁掉的10座炼丹房。这怎么可能？他妈在逗我！陆掌门，您别装了，您故意让弟子在生死边缘炼丹，就是为了这一丝寂灭之意吧？检测到宿主不仅没能索毁资产，反而利用劣质资源创造了巨大价值。判定败家失败，返利取消。惩罚：鉴于宿主赚钱能力太强，系统将强制提高下一次败家任务的难度。哼，苏木，我真的谢谢你啊！青州监察使到，陆长歌接旨。长公主有令，鉴于靠山宗财力雄厚，特邀陆掌门前往中州盛会，与天下英才共同商讨抗灾捐款事宜。捐款？让我去捐款？陆掌门，这些孩子都是我皇家禁卫军的候选人。听说你靠山宗弟子天赋异禀，本宫特意带他们来交流一下，你不会拒绝吧？长公主，说实话，我挺想拒绝的。我这弟子刚炼完丹，还没歇口气呢。陆掌门，根据合同，您必须配合皇室的视察，而且这些天才出手没轻没重，万一打坏了您的弟子，医疗费可不低。医疗费？对呀，要是他们把我这2个宝贝徒弟打残了，我不仅得赔钱，还得花巨额灵石去买救命神药，这不就是名正言顺的败家吗？哎呀，交流好啊，我最喜欢交流了。为了鼓励大家的热情，我定个规矩：凡是今天能在我这2位徒弟手里撑过10招的，每人送一把玄阶上品灵剑。要是能打赢，直接送地阶下品宝甲1套。玄阶上品，那可是我爹当了10年校尉才攒出来的家底啊！
他这就随便送了。地阶宝甲，陆掌门，您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师傅，那是咱们宗门仓库里压箱底的宝贝了，你怎么能说送就送？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师姐，看到了吗？师傅是在逼我们破釜沉舟。陆掌门，您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物价。这么多法宝流出去，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哼，顾大人，我这叫促进消费，拉动九州 GDP。啊！清雪，别硬撑啊！输了不丢人。为了宗门，为了师傅，我绝不倒下。我他妈，我是让你们来当送财童子的，不是让你们来当战神的呀！莫老，你刚才说，这陆长歌带的是一群散兵游勇？老朽眼拙。老朽该死！陆掌门不仅财力通天，这培养弟子的手段简直骇人听闻。陆掌门，本宫服了。唉，长公主，其实我也想软一点，真的。检测到宿主大幅度提升宗门声望，成功打击皇室气焰，判定宗门威望值加1万。由于未能将法宝散出，败家计划再次流产。西斗，你杀了我吧，这日子没法过了。陆掌门，这口灵泉恐怕是整个青州甚至中州都罕见的天髓灵根，常人在这里修炼1天，抵得上外面1年。哼，修炼那是浪费。去，传我的命令，从今天起，这口灵泉对外开放，任何人，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乞丐流民，只要想洗澡，随时都可以来。师傅，您要把圣地变成澡堂子？哎呀，清雪呀，众生平等，怎么能敝帚自珍呢？我们要为广大群众的个人卫生贡献一份力量。只要来洗澡的人多了，这灵泉不出3天就会被汗臭味还有污垢彻底污染，到时候灵气散尽，地价暴跌，我看系统还怎么给我估值。别愣着呀，这里边水温刚好，还免费提供这种特制肥皂。那是极品灵石，拿极品灵石当肥皂。怎么，极品灵石去污效果好不行吗？对，就是这个味儿。顾大人，快记下来，灵泉价值预计下降90%。师傅小心，会绝世大妖！这是圣级妖兽，哮天白虎。他这种存在，怎么会出现在青州？你这病猫怎么回事啊？我是让你来拉屎污染环境的，你怎么还进化了？天哪，神技，简直是神技！陆掌门不仅开仓济贫，还用这种大爱无疆的行为，感化并救治了一头圣级妖兽。陆掌门，
我以前觉得您只是有钱，现在我明白了，您是在用这种看似荒唐的行为，行那普度众生的大愿。以后这块地盘我占了，谁敢动这里一草一木，我撕了他！我他妈是让你来搞破坏的，不是让你来当保安的。谁家保安是圣级妖兽啊？临时紧急任务，在12小时内吃一颗价值1000万极品零食的午餐。任务失败惩罚，随机没收宿主的一件本命法宝。你大爷的！1000万零食吃顿饭，那是零食，不是大白菜。我就是把整个青州所有牛都宰了，也凑不够这个数啊！清雪、苏木，师傅，徒儿在。师傅，有什么吩咐？是不是要去找那只白虎练手？哎呀，练什么手？换衣服，带上所有的钱袋子，跟着为师下山。我们要去全城最贵、最奢华、最宰客的酒楼。哎呦，几位客官，看这气度就是大户人家，里面请，请上座。把你们这儿最贵的包间给我腾出来，再把你们店里的招牌菜全给我上一遍。陆掌门，根据皇室审计条约，过度的餐饮消费是不被允许的。顾大人，我这叫考察市场，万一这个酒楼的菜好吃，我打算引进咱们宗门当食堂，这是基础建设投资，懂吗？呸！这是人吃的吧？这龙肝怎么有一股海腥味儿啊？这凤凰蛋是不是隔夜的？哎呦，陆掌门，这可是咱们的镇店之宝。这龙肝是蛟龙的肝，这蛋是火灵鹤的蛋啊！垃圾，全都是垃圾！哼，这菜虽然难吃，但你这端菜的姿势很优雅。这100万零食是给你的小费。100万。这酒颜色不好看，赏。这筷子不够重，赏。这包间的空气太干燥，赏。长哥，你这是疯了！这一会儿已经花掉500万了。快点，再快点，再来500万，我就可以完成任务了。陆掌门，别打赏了，您再打赏下去，我这酒楼里的伙计都要比我有钱了呀！滚蛋！别耽误我花钱。陆掌门，我看出来了，您是真心喜欢我们这地方。既然您这么豪横，我这酒楼我卖给您了。你说什么？这1000万零食刚好够买下我这整栋天香夺命楼。恭喜宿主成功达成1000万级消费任务。由于宿主在消费过程中额外获得固定资产，任务评价提升为神级败家。奖励发放，获得自动经营系统，酒楼每日净收益将自动转化为宿主不可使用的宗门建设资金，且酒楼价值提升10倍。我只是来吃顿饭，怎么又多了套房产啊？还是全城最赚钱的那种？师傅，您这一招以吃代买，简直太高明了！不仅震慑了中州皇室的审计员，还把万金城的经济命脉握在了手里。我他妈！星雪、苏木，给为师留意着，看到那种眼神呆滞、资质全无、长相就很倒霉的人，立刻报告。师傅，我们是要扩招外门弟子吗？不，哼，我是要找个祖宗供起来。我就说这墙不能扶。哎呀！这股倒霉劲儿，简直是浑然天成啊！系统，扫描一下这小子。姓名：叶枫，体质：九幽灾厄之体，资质：负100。当前状态：因为走路左脚先落地，导致周围3家店铺亏损，正在被老板追杀。宝贝，
这他妈是绝世大宝贝啊！叶枫，你个丧门星！你刚才站在我店门口，我的百年老窖就炸了！我不管，赶紧赔钱！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看了一眼。哎，慢着，他的账我结了。从今天起，他就是我靠山宗的3弟子，谁敢动他，就是跟我陆某人过不去。啊！你要收我当徒弟？仙师，我真的很倒霉的，我爹妈都被我克。孩子，我要的就是你这股克人的劲儿。来，跟我回山上，以后宗门的财务大权，我迟早交给你。郭大人，你看，这个就是我新收的弟子，资质全无，天生倒霉。以后他的修行费用，我要用最高的标准拨付。陆掌门，此人身上的死气很重，确实是个累赘。您这种行为虽然是在扶贫，但对宗门的发展毫无益处。对，没益处就对了。叶枫啊，你去后山转转，那里有一片刚修好的静修林，你啊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一坐，熟悉一下环境。师傅，我真的可以吗？我怕我把山给坐塌了。塌？你要是能坐塌了，为师重重有赏。对呀！成了，这小子果然是个人才。砸，继续砸，最好整座后山都给我震出条大裂谷来。后山地震了，师弟掉进大坑里去了。啊，不对，你们看那地底下是什么？这是传说中消失了整整3000年的上古仙人藏宝库。陆掌门，您收这个弟子，原来是为了寻找这处秘境。您算准了他能撞破这处上古封印。叶枫，你个混蛋玩意儿，你给老子竖起耳朵听好了。师傅，我对不起您，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把您心爱的后山给做坏了。被开除了，现在立刻马上准的滚出我的宗门！要你这个败家玩意儿！系统，我叫你一声祖宗，我求你了，你做个人吧！我只是想招个真正的扫把星回来帮我败家，怎么他又给我跑出祖坟金矿来了？检测到宿主通过特殊手段成功发掘上古遗迹太虚仙藏，极大提升宗门底蕴，判定为神级器皿行为，发掘奖励3倍发放。由于宿主发掘有功，特触发额外隐藏奖励，仙级聚灵阵1套，已自动覆盖全宗门范围。受法阵影响，宗门每日被动产出灵石速度增加300%。还加？你居然还要加？你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啊！发财了，陆掌门，咱们这次是真的发大财了。这些上古秘籍，哪怕只是拿出1-2本去中州拍卖，咱们靠山宗的资产就足以买下周边3个皇朝。卖什么卖？1本都不许卖，全都给我烂在仓库里！叶枫，你知错了吗？师傅，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只是想找个阴凉的地方坐坐。谁知道您的山质量那么差，一坐就塌了，还蹦出那么多破铜烂铁。师傅，叶师弟虽然不小心破坏了后山地形，但毕竟歪打正着，帮宗门找到了仙人宝藏，这功大于过，应该算是戴罪立功了吧？戴罪立功？哼，这小子虽然破坏力惊人，但眉月确实强悍。
既然找宝贝能搞出这么大动静，那我就把最核心的命脉交给他，让他去管账。我就不信了，凭他那种走哪儿塌哪儿的丧门星体质，经手的账本和资金还能不出岔子？好吧，叶枫，既然你师姐替你求情，从今天起，你不用去后山面壁了，你升职了，以后全权负责管理宗门的对外贸易和资金汇款流转。对，就这样。清雪虽然认真，但她根本不懂什么叫灾厄之体。叶枫，发挥你的实力，把这些灵石都给我弄没了。师姐，这1000万灵石是要汇给哪里的？数额太大了，我手抖。这是咱们买入药材的预付款，要汇给南边的万药谷，千万别写错了地址。放心吧，师姐，我一定瞪大眼睛仔细写。啊！哎呀，墨水洒了！怎么回事啊？我看看。师姐，我好像在地址模糊的情况下把钱发出去了。你发到哪去了？好像是发到了隔壁山的狂刀宗。什么？1000万发给了狂刀宗？那可是咱们的死对头呀！这钱发过去，肯定是要不回来了。叶枫，你这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可是1000万灵石啊，就这么白白送给仇人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耶，干得太漂亮了，绝世好徒弟！1000万直接白送给死对头，根本要不回来，这绝对是史诗级的坏账亏损，任务稳了。陆长哥是不是疯了？居然给我们送钱！宗主，这会不会有诈？诈个屁！老子检查过了，全是纯度极高的极品灵石。这陆长哥肯定是怕了咱们狂刀宗。来人，把这些灵石都搬进大殿，我要论功行赏。那个面世红莲符是我之前系统抽奖中的，一直觉得占地方，就随手塞进灵石堆当镇纸了。只要狂刀宗收了钱，那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那符咒稳定性极差，只要被灵气一冲，嘿。陆掌门，神算，您这神算呢？我又怎么神算了？陆掌门，神算，您这神算呢？我又怎么神算了？您那1000万灵石不仅炸毁了狂刀宗的总部，还把他们藏在地底的非法兵器库给引爆了。现在整个青州都在传，说狂刀宗私藏禁药和违禁武器，已经被官方强制解散了。更重要的是，狂刀宗的地盘因为群龙无首，现在所有的商铺、矿场全都主动要求并入咱们靠山宗。报！狂刀宗废墟里挖出了3000万灵石，说是作为赔偿，全部归陆掌门所有。检测到宿主利用极小代价摧毁敌对势力，并获得巨额地盘补偿，判定战略性吞并，宗门资产再次暴涨，奖励发放，获得青州霸主称号。叶枫，你给我滚！要是再敢碰张宝儿一下，我就直接自尽。陆掌门，本宫观察你很久了，你不仅财力惊人，手段更是老辣。在中州，很多青年才俊想入赘我皇室，本宫今日亲临，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跟本宫联手，让靠山宗成为我皇朝的护国圣地。长公主，您这是要收编我呀？这叫强强联手。只要你答应，中州的各种资源、官位，甚至是本宫，都可以谈。答应了你，我这辈子岂不就彻底跟败家无语涵了吗？
长公主，收编的事情好说，但你也知道，我这靠山宗最近刚并了狂刀宗，家里乱得很，尤其是后山，堆了几万斤开采出来的废矿。哎呀，这玩意儿占地方又没用。你要是能帮我处理了，咱们再谈这些事儿。陆掌门，这就是你说的废矿？这不就是普通的生铁矿渣吗？对呀，特别沉，又炼不出来好东西。小事一桩，来人，调集50艘大型飞舟，把这些垃圾给陆掌门清理。嘿嘿，那根本不是废矿，是我用系统伪装术覆盖的极品灵晶，每一块拿出来可以买下一座城。只要你们运到半路，伪装术失效，这些灵晶就会变成极其沉重的负担。到时候你们肯定会因为嫌重直接扔掉，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完成一次巨额资产丢失。这陆长歌果然是个土包子，这种废石头也值得大费周章。真不知道长公主看上他什么了。那是什么光？我的眼睛！仙晶，这不是灵石，这是传说中的仙晶。一块仙晶就能让一名大乘级强者疯狂。这里有几万斤。天降横财，天降横财呀！挡住！给我挡住！这是皇室的物资！嗨，皇室个屁！抢这些仙晶，老子自己去开个皇朝！这是玄阶法宝，师傅，你哪来的？刚才摔碎那个印的时候，我想通了一些道理，顿悟了，宝物自然就来了。啊？摔东西能顿悟？破而后立，不破不立。清雪，你要学的还有很多呀。陆掌门，饶命！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饶命可以，精神损失费、误工费、惊吓费，结一下呗。都在这了，这是黑虎门这个月收上来的300块下品灵石。哼，300块！师傅，我们发财了！这够宗门吃用3年了，快收起来！检测到低级资源，下品灵石，任务发布。当面将这300灵石赏赐给那条狗，奖励极品洗髓丹1瓶。系统，你是真的狗，但这奖励，哎呀，真香啊！旺财，过来，开饭了。师傅，那是灵石，那是钱啊！在干什么？那是给狗吃的吗？疯子，这就是个疯子，拿灵石喂狗，连黑虎门门主都不敢这么干。陆掌门，你这招真狠啊！怎么了？是不是矿石太重，他们给扔了？扔？他们倒是想扔。你故意把几万斤仙晶伪装成废矿让我们运送，其实是算准了那些潜伏在中州边境的叛军和邪修会出手吧？你这是借我们的手，把仙晶当诱饵，把那些一直跟皇朝作对的老怪物全给引出来，然后一网打尽。现在那些劫匪为了抢夺仙晶打得头破血流，我父皇已经派大军去围剿了。
陆长哥，你不仅给了我们皇朝一笔巨大的财富，还顺手帮我们清除了心腹大患，这份大礼本宫记下了。你这人心思真深。我真的只是想扔个垃圾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充满了误解？陆掌门，简直不可思议！因为那次仙金送快递事件，中州皇朝为了感谢咱们，又送来了3座灵矿的开采权。现在咱们宗门的现金流已经可以买下半个青州了。别说了，求你别说了，我心绞痛。师傅，您的计谋真是一箭三雕，不仅削弱了叛军，还让宗门财富翻倍。接下来我们要不要扩建内门，招揽更多的中州天才？招揽天才，绝对不行！传我命令，从今天起，靠山宗开启全民修仙计划。我们要大规模招收弟子，但有一个硬性标准。师傅请讲，是要看剑道天赋，还是看神魂强度啊？哼，不要招那种资质为零、经脉堵塞，甚至连感应灵气都做不到的纯种凡人，越废越好。最好是那种活了20年，连个火球术都发不出来的废柴。下一个，我天生通灵体，16岁筑基，请陆掌门过目。哎呀，滚！这种天才招进来，不是成心想让我们宗门变强吗？下一个。下一个要求，必须是那种挑水都会闪着腰的。好，太好了，这简直是万年难遇的废柴。大爷，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宗门的正式弟子了。你就负责在宗门里除草、挑水，月薪1000极品灵石。啊，拔草得1000极品灵石。这几百个人每天吃喝拉撒都要花钱，又不产生任何战斗力，再加上我给的高额月薪，不出1年，宗门的库房肯定得见底儿了。陆掌门，您这真的不是在开慈善机构吗？这群人连灵气都感应不到，招进来有什么用？顾大人，你还是太年轻了，我这叫大巧若拙，以后你就明白了。哎呀，这山里的风吹着真舒坦，感觉骨头缝儿里透热乎乎的。哎，这树咋这么脆呢？我操！刚才那是肉身力量，那老头明明是个没有半点修为的凡人，随手一按，竟然有排山倒海之势。我这一掌只用了3成，只要把你打残，就能看清你们宗门的底蕴。大兄弟，你帮我拍灰呢，使点劲儿，这样。哪里是凡人？哪里是凡人？全员肉身成圣！全员肉身成圣！竟然是在修行某种无上神功！竟然是在修行某种无上神功！他们管这叫废柴！什么？出大事了！怎么？是不是那群凡人弟子把宗门吃穷了？不，就在刚才，咱们宗门那200个挑水的弟子，因为长期在9天实力大阵里劳作，竟然集聚了恐怖的功德和肉身力量。他们刚才在后山练拳，不小心把中州来的潜伏间谍给震碎了。啊！震碎了！一个凡人把元婴期间谍震碎了！现在全大陆都传疯了，
说咱们靠山宗的一条狗都有金丹修为，一个扫地的都是隐士高人。无数大佬想来求见，光是那门票钱，今天就收了50万极品灵石。系统，我实名举报，这个世界的人都在背刺我！警告！警告！系统检测到宿主消极怠工，宗门资产已达到阶段性峰值，严重违背破产初衷。破产灵石。系统升级完成，开启强制消费模式，在1个月30天内必须花掉10亿极品灵石。此款项不能用于购买固定资产，不能捐赠给己方势力，不能通过故意损毁物品获得系统补偿。任务失败惩罚，宿主修为将直接倒退至炼气期1级，且身体永久缩小为5岁幼童状态。10亿！你他妈怎么不去抢啊！10亿！我就算每天拿灵石当柴火烧，1个月烧不掉这么多呀！师傅，您怎么了？是不是修行出了岔子，还是哪里不舒服？清玄，去，传我的命令。从现在起，我们靠山宗要搞一场全九州、全大陆、全位面的环球巡演。巡演？咱们宗门是修仙宗门，不是戏班子。不，我们要发红包，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们要让整个九州大陆的空气里都充满金钱的味道。叶枫，这有1000万张巡演邀请函，你给我发下去，随便往哪发，最好是发到最穷、最乱、最没人的地方。师傅，我怕我这一发，那些地方会地震。地震好啊，地震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搞灾后重建，大把撒钱了。哎，苏木，那是哪儿啊？师傅，那是贫瘠荒原。住的都是些流浪者。好，嘿，把那箱灵石给我搬出来。我操，这是极品灵石，天上下钱了！下面的朋友们，听好了，我是靠山宗陆长歌，我不缺钱，我只缺快乐。每人捡1袋，捡不够不许走。别紧张，我不是来打架的，我是来发红包的。给！陆掌门万岁！靠山宗万岁！哎呀，抢吧抢吧，抢的越多我越开心。1个月10亿，我这速度应该够了吧？陆掌门，刚才有几个散修领了您的红包，激动的原地突破瓶颈。他们为了报答您，自发组成了陆掌门后援会。现在正拉着几百车珍稀草药要送给咱们宗门抵债，而且因为您在中州撒钱，导致中州灵石汇率暴跌，咱们宗门原本存的那点灵石，按购买利算，反而涨价了。系统，你他妈看一眼，我的手指是不是变短了？我是不是在缩小啊？提醒宿主，距离任务截止还有29天。当前消费完成度0.1%，检测到资产变相增值，惩罚预警已激活。全速前进，去下个城，把压舱底那几亿全给我扔下去，快！哎呀，操！真的缩水了！这该死的系统，说惩罚是真惩罚啊！按照这个进度，不出3天，我就得做尿不湿上指挥宗门了。快，通知下去！把咱们能租到的、能买到的、能抢到的飞行法宝全部调过来。陆掌门，整个青州所有的民用和军用飞舟都被您包圆了，现在的租金已经涨到了每小时10万极品灵石，您确定还要加码？加，给我加到最高速，把库房里的灵石全部搬到甲板上。铲！给我用力铲！谁要是敢留1块在船上，我直接扣他10年奖金。师傅，我懂了，您这是在用灵石洗涤这一带的污浊之气，这是在为整片土地换血啊！换个屁！我是在换我的身高，我的大长腿快没了。老天爷显灵了，这砸下来的全是极品灵石啊！我的，全是我的！
长哥，你快看，你撒下去的灵石位置，这是《荒巨灵经》里记载的万古长青阵。你居然用极品灵石当阵基，在大地上强行画出了一个阵法。啊？什么阵？我就是觉得那个雁行阵飞起来比较省油。呵呵。灵气，浓郁的灵气，突破了！我卡了10年的瓶颈突破了！陆掌门厚德载物，造福苍生。陆掌门长生不老。检测到宿主完成神级地理改造，成功布下9州第一巨型巨灵阵。由于阵法效果，导致周边地价上涨1000倍，靠山宗所属领土估值暴涨。判定变相囤地，败家行为失败，转化率为负。惩罚宿主身体缩小进度加速，目前心理年龄18岁，身体年龄12岁。我他妈，我想死，谁也别拦着我！陆掌门，别咆哮了，出大事了！9州商界的巨头万宝阁发布了联合声明，说你恶意扰乱金融秩序，要对靠山宗实施全线物资封锁。封锁？真的吗？他们真的不卖东西给我了？这个陆长哥，他在干什么？他在破坏整个9州的物价。他随便撒一把灵石，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汇率体系就崩了。阁主必须制裁！从今天起，丹药、法宝、符纸，甚至是灵米，1块都不能卖给靠山宗。没错，我要让陆长哥有钱也没处花，守着他的灵石堆饿死。陆掌门，万宝阁已经全面切断了咱们的供应链，现在咱们空有几百亿灵石，却连一颗最基础的补气丹都买不到，弟子们的日常修炼物资告急，再这样下去，宗门会垮的。垮了好呀，郭大人，别这么悲观嘛。大家买不到丹药，刚好可以休息休息，每天睡睡觉，喝喝茶，多惬意啊！嘿嘿，只要物资一断，我这10亿任务肯定完不成了。任务一失败，我虽然变小了，但系统肯定会判定我管理无能，说不定可以把我直接踢出这该死的世界呢。万宝阁太狠了，没有丹药辅助，我的剑躯根本没办法凝聚。大家不要丧气，师父之前教导我们要自强不息，难道离开了他人的施舍，我们就不能修行了吗？苏木，跟我走，丹药不够，我们就自己炼，没有炼丹师，我们就用最原始的方法。万宝阁封锁我们的丹药，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核心的炼丹手法和火候。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过程标准化，师姐，我刚才不小心踩了这台鼓风机一脚，结果它转得比平时快了10倍。对，林峰的霉运是负面能量，但如果能把这种不稳定的能量转化成动力，今天应该有人要提退宗门了吧？毕竟连饭都快吃不饱了。啊，这有什么玩意儿啊？大风车？师父，我们成功了！这是我、苏木、叶枫联手研发的靠山宗1号全自动炼丹机。这是极品补气丹，纯度99%，没有任何人工炼制的杂质。没错，这台机器不需要炼丹师，只需要填入草药和灵石作为能源，1小时就能产出1万克，而且因为没有人工干预，废品率几乎为0。师父，我们再也不用看万宝阁的脸色了，我们要反向输出，占领他们的市场。检测到宿主通过压力测试，迫使弟子觉醒了跨时代的工业文明雏形。由于全自动炼丹机具有垄断性质的技术壁垒，宗门估值再次疯狂翻倍。判定伟大的工业革命导师，败家任务难度升级，惩罚提醒：宿主目前身体年龄已降至10岁，
我要杀了万宝哥那群猪队友！谁让他们封锁我的？谁给他们的勇气？陆长哥，听闻你弄了个小玩意儿，很有趣。但你别忘了，九州大陆90%的药材原材料都在我们手里。没有药材，你的机器就是一堆废铁。没有药材，这机器不就废了吗？师傅，阁主说的是真的。如果我们买不到草药，这台明天就会停工。那就出发。站住！万宝拍卖行今日举办的是至尊专场，入场费每人10万极品灵石，且必须验资5000万以上。小孩子和随从去旁边的侧门。哼，10万？你是看不起谁啊？给我开最顶级的至尊包厢，剩下的钱拿去买糖，别挡爷的路。至尊贵宾，快请进。哼。第一件展品1000年玄铁晶，起拍价50万极品灵石，60万，70万，1个亿。1号包厢的贵宾，您说多少？这玄铁晶的市场价顶多80万。我说1个亿，你是聋子吗？再废话我就出2个亿。哪里来的败家子？这不是乱喊价吗？嘘，那是靠山宗的包厢，那个正太就是正太版陆长歌，他疯起来连整公主都怕了。第2件展品万年避火珠，起拍价100万，1个亿。第3件展品天阶残缺功法，起拍价500万，1个亿，1个亿，爽，太爽了！按照这个速度，今天我就可以完成任务的1/10了。西岛，你感受到了吗？那是金钱燃烧的味道。阁主，这陆长歌是不是看穿了我们的封锁，故意来砸场子的？砸场子？他这是在送钱。虽然不知道他发什么疯，但他既然想当冤大头，我们就成全他，传令下去。把仓库里那些卖不掉的老古董全都拿出来。下一件展品，这是本行从一处极地遗迹发掘出来的，不明金属碎片，无法注入灵力，无法损毁，也无法辨认，起拍价1万。这不就一堆垃圾吗？啊！万宝哥想钱想疯了！垃圾，无法辨认，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完美负资产吗？1个亿，1个亿！师傅，那真的是垃圾。顾大人刚才用罗盘测过了，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哎呀，清雪，你懂什么？为师买的不是碎片，是情怀，是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陆掌门，您这情怀价值1个亿，皇室的审计报告我真的写不下去了。检测到宿主花费1亿极品灵石购买未知垃圾碎片，由于此类物品没有任何实际用途，且极难变现，系统判定为优质败家行为。当前消费进度1.1%，请宿主再接再厉。嘿嘿，终于亏了一笔大的，这玩意儿放仓库10年都涨不了1块钱。稳，苏木，这个垃圾送你了，拿回去垫桌脚吧，或者拿去打水漂玩，千万别当回事儿。师傅，你花1个亿买来的东西，就这么轻描淡写的送给我？我懂了，这碎片里一定藏着连顾大人都看不出来的惊天秘密。师傅这是在考验我的眼力，在传授我更深层次的道法。我传授你大爷，那就是一堆废铁！哎，你快把它扔了。师傅说这是情怀，
情怀即是初心，初心即是道心。啊，这气源竟然在吸收周围的虚空能量，这绝对不是凡物。3000年了，本座终于再一次嗅到了生灵的气息。小子，你的肉身不错，资质尚可，献出你的灵魂，本座赐你长生。你是什么妖魔鬼怪，敢在靠山宗撒野？我师父陆长歌就在隔壁。长歌，人间的小修罢了，在本座面前皆为蝼蚁。本座夺了你的舍，再去取那陆长歌的首级，以此借灵气，助本座重塑仙躯。哎呦，怎么还有9个亿的任务啊？万宝阁那群猪封锁的还是不够彻底啊！师父，快跑！碎片里面藏着个老怪物。小子，你身上有种令本座讨厌的铜锈味儿，不过没关系，等本座夺了你这徒弟的舍，再慢慢炮制你的神魂。操！系统死机了，没法卖防御法宝。这老鬼的气息比血魔老祖还强，应聘肯定死定了。怎么办？我身上还有什么能用的？该死，居然用不了！等等，好像还有一堆抽奖抽到的系统判定为垃圾的东西，其中有一瓶叫什么9幽化石水来着。当时系统的备注是仙剑矛刺疏通专用，对生灵无效，对魂体有奇效。遗言想好了吗，小鬼？陆长歌，30之期已到，本座来取你狗命！啊！神级巅峰，这等修为怎么会出现在下界？本座闭关3月，没想到还有这等收获。今日我便让你神魂俱灭，炼成我的万灵血珠。至于这道魂，何该入我万魂幡？可恶！老鬼，想活命就帮忙！真是我亲爹！还能招来这种敌人？这老鬼本体未到，全靠血印牵引，打碎那印记就能逼退他。别废话了，快点！他们咱们今天一块儿死！清雪，格局，我靠山宗的护山神兽，岂能吃凡俗之物？吃点零食怎么了？护山神兽，就是那只野狗啊！我的零食，我的命好苦啊！败家成功，极品洗髓丹已到账。这丹香难道是玄阶丹药？不，异阶！师傅，这是……哦，刚才那个是开胃菜，这才是给旺财的主食。那是极品丹药，那是能买下一座城的丹药。喂狗了，喂狗了！看吧，我就说他是神兽苗子，投资是要讲眼光的。师傅，您难道真的有未卜先知之能？
哼，我有个屁！我天机不可泄露，把赵四海扔出去，告诉黑虎门，明日午时，本座亲自上门送温暖。送温暖？没错，不仅送温暖，还要给他们送一份大礼。哼，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大血魔焰！系统不让损毁己方资产，那用灵石冲碎血液，总该算败家吧？老子用灵石砸死你这个王八蛋！你竟敢用海量灵气强行冲毁血印，疯了！本座就看看你能有多少钱！疯怎么败家呀？老鬼，再来一次！盯上你，娘的倒了血霉！庶子，本座本体出关之日，便是靠山宗灰飞烟灭之时。嘿，又败光一笔，值了。但现在轮到咱们了，小子，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师傅，这东西太邪门了，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把它封印起来吧？封印？不，格局小了。这么好玩的玩具，当然要放在枕头边上，随时把玩了。那个老前辈，刚才多有得罪，您看您神魂受损，一定够了吧？捉也！这小子竟来滋养本座，万人做威武了，一个就撕了你！系统任务不是让你捐赠给己方势力吗？我是敌人，我这是在资敌，完美的败家行为，撑死你这个王八蛋！别喂！求求你别喂了！要炸了！要被撑爆了！大错，诅咒！错了，我真的错了，上有老下有小，我给您当牛做马，求您高抬贵手，别再用钱砸我了，行吗？这就求饶了，没意思。不过让他当保镖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小活命可以，以后我让你咬谁就得咬谁，听懂掌声？懂了，您就是我亲爹。操，又小了2岁，再这么下去，我出门都得用爬的了。阶段性任务发布：举办一场覆盖全宗门的大型娱乐活动——靠山宗第1届修仙运动会。任务要求：活动总奖金池不得低于2亿极品灵石，必须以现金形式发放到个人。运动会这个好啊，跑步发钱，跳高发钱，只要是活的，喘气儿就发钱。这败家速度绝对比撒钱快啊！陆掌门，这是上个季度的财务汇总。由于丹药实现了自给自足并对外出口，我们的净利润又翻了3倍。啊！顾大人，你来的正好，传我命令，即刻起，停掉所有生产线，取消所有对外贸易，我们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宗门的文化建设中来。文化建设？没错，我们要举办靠山宗第1届修仙运动会，奖金2个亿。2个亿？陆掌门，你清醒一点，那不是欢乐豆，那是我们宗门的战略储备，是用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和灾难的。哎呀，顾大人，钱是王八蛋，花完还能赚，但员工的幸福是无价的呀。你想想，我们的弟子每天打坐修炼多枯燥多乏味啊，我们必须劳逸结合，提高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工作积极性。那也不能用2个亿。
我们可以发点水果，发点米面油。哎，我不听，我就要办运动会。你不让我办，我就不吃饭，我就饿死在这个大殿上，让天下的人都看看你们是怎么虐待一个8岁小孩的。师傅，您这是怎么了？快起来，地上凉。顾大人，你对师傅做了什么？爸，我同意了。爸，您快起来吧。好，那就这么定了，立刻昭告全宗，3天之后运动会正式开幕。靠山宗第一届花钱比修炼重要运动会现在开始。第一项，男子5000米障碍跑。哎呀，跑快点儿！第一个冲过终点的，奖励1万极品零食；跑在路上的，每人先奖励1颗当鼓励奖。疯了，这陆成哥彻底疯了！跑步都发极品零食，这哪里是运动会？这分明是在演练某种诡异的阵法。哎呦！嘿嘿，大爷，您没事吧？摔疼了没？哎呀，都磕破皮了。不碍事，不碍事。掌门，老骨头夯了啊！顾大人，记下来，咱们宗门的跑道有安全隐患，导致员工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必须赔偿。大爷，为表歉意呢，宗门决定赔偿您1万极品零食作为精神损失费，还有惊吓补偿费。摔一跤赔1万，这要是有谁不小心跑死了，您是不是要把整个宗门都赔给他？双方都是精神胜利者，各赏5000极品零食。好，勇气可嘉。赔偿5万极品零食，作为极速冷冻体验费。接下来就是咱们最重量级的项目了，宗门寻宝。来了，那个灾厄之体，他经手的东西绝对有诈。这所谓的寻宝，肯定是在布置某种杀阵。我就让你去买几个箱子，你怎么又给我刨出一条龙脉来了？欺人太甚！这陆长哥是在向我们示威，他这是在告诉我们，他靠山宗的资源多到可以随便挖出龙脉来玩。阁主，据我观察，他们所谓的运动会更像是一种祭祀仪式。封锁没用是吗？好。既然他钱多的没地方花，那我就帮帮他。传我命令，立刻联系我们在黑水废矿的所有人，把仓库里堆积了几百年，谁碰谁倒霉的石林矿渣，全都给我运过来。既然买不到好东西，我就反过来用最低级的垃圾吸干他的流动资金。你就是陆长哥，我们阁主说了，看你们宗门可怜，特意给你们送来一批优质矿石。极品石灵矿渣，专克各类法宝灵器，居家旅行必备之良品，一共800车，成会5000万极品灵石。你们欺人太甚！这种连狗都不要的垃圾也敢卖5000万！好人啊，你真是大好人！天哪，终于有人肯卖垃圾给我了！还是这种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纯种垃圾，5000万，这绝对是我穿越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了。陆掌门，不能买，这是商业陷阱，他们就是想用垃圾换走我们宝贵的零食。顾大人，你这是妇人之见，这叫什么呀？这叫人弃我取，逆向投资。万一这些矿渣里藏着什么上古神铁呢？你赔得起吗？谢谢啊，以后还有这种好东西，记得第一个通知我，我全包了。难道这垃圾真的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不好，机器卡住了，苏木，快切断能源！这是什么东西？石林矿渣加上百草精华，再混入玄铁鸡心，这种组合，怎么感觉在哪本古籍上看到过？师傅，你快看，我成功了！啊，什么玩意儿？新款的围兜吗？师傅，你还记得你买回来的那堆矿渣吗？其实是太阴神铁的半生矿，虽然本身是废料，但只要和蕴含大量生机的灵草一起进行混合，就能锻造出传说中的仙级护身宝甲，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啊！我花5000万买回来的垃圾，你告诉我，是制造仙级防弹衣的核心材料？我怎么又小了？检测到宿主成功利用废料，研发出具备跨时代战略意义的仙级护甲。宗门固定资产以潜在价值呈几何数增长，判定军功巨擘，败家行为评定为-1万分，惩罚即刻生效。宿主当前身体年龄6岁，请宿主正视败家事业，不要不务正业。陆掌门，发了，我们真的要富可敌国了！一件仙级宝甲，在中州黑市至少能卖出8000万的天价。我们有800车原材料，这算不清了，算盘要烧了。卖什么卖？谁敢卖一个子儿，我就把他扔后山喂狗！你听着，李清雪，立刻马上让那台破机器24小时连轴转，把所有矿渣都给我制成防弹衣，一件都不许留。师傅，造成了不卖，那我们留着干什么？装备那门弟子吗？不，所有造出来的防弹衣全部免费，发给山下那些无家可归、沿街乞讨的小乞丐，一人一件，必须亲手给他们穿上。师傅，您是说把能买下一座城的仙级宝甲送给乞丐？哎呦，我的刀心好痛啊！我被修士修的是什么？是天地大道，是众生平等。我看那些小乞丐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于心不忍啊！师傅，不可！您的道心最重要。弟子明白，你这是在行大功德，是在修红尘道。师傅大意，弟子这就去办，保证让全天下的乞丐都穿上咱们的宝甲。陆掌门，您这红尘道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这批宝甲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皇室1年的税收。哼，不大怎么败家呀？不大我怎么着啊？我没眼花吧？那些乞丐穿的是什么？怎么感觉比城主大人的铠甲还高级？那材料，那光泽，好像是传说中的仙级护甲。哎，你个臭要饭的，别坐我的锤！殿下，城中多出数千股护神器域，源头是仙级宝甲，已经严重干扰黄州护国大阵。是靠山宗，他们给全城乞丐免费发放了仙级宝甲。仙级宝甲送乞丐，是魔逆吗？乞丐无组织无纪律，即便有甲也不成气候。若是收买民心，他早已富可敌国，没必要如此。除非是为了重生气运。以前他看似败家，却次次惠及民生，这次怕是暗中稳固国运。此人深不可测，若为敌，
皇室根本难以抗衡，若唯有对中州益处无穷，先核实底细，再主动示好。3日之内，查宝甲是否有禁止，乞丐是否有异动，发动是否有附加条件。殿下，宝甲无禁制，乞丐仅用其避寒防期，无异动。靠山宗发放时未提任何要求。这些气运以稳固国运，陆长歌是以众生聚气呀。陆长歌无恶意，且深不可测，被3亿极品灵石，派亲王送去，谢他稳固国运之恩，表结盟诚意。陆掌门深藏不露，胸怀天下。长公主特派小臣前来，送上3亿极品灵石，一谢您以仙甲庇佑穷苦，稳固国运；二表诚意，殿下愿与您为友。往后靠山宗有任何需求，皇室全力相助。我他妈，我只是想败家呀！你们给我送钱是什么意思？陆掌门，您要是觉得不够，咱们还可以再商量。滚！把你的臭钱给我拿走！我靠山宗不差钱。王爷息怒，我们掌门最近修行有点走火入魔，神志不太清醒。哎呀，我没疯，我清醒得很。我不要钱，我恨钱。掌门，好了好了，别气了。您看，这又是3亿进账，咱们宗门的资产。我不要赚钱，我要败家，我要长高。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我做什么都能赚钱，想尽办法败家都没用，败家之路道阻且长，活着太累了，要不我跳下去换个世界，重新开局算了。师傅，不可！师傅，你这是在干什么？有什么想不开的，您跟我们说啊，千万别做傻事。放开我！我没想不开，我就是在体验人生。对，我在修行。我懂了，师傅，您不是想不开，您这是在修行传说中的红尘入梦、坐忘观心大法啊！什么法？这口苦气象征着凡尘俗世，凝视深渊，就是为了看破虚妄，斩断心魔。您这是在为我们示范无上道法。原来如此，师傅用心良苦。众弟子听令，师傅正在为我等演化无上大道，我等以道心共鸣，助师傅一臂之力。手啊！你们这群孝子，我是真的想套井啊！谁要你们帮忙修行啊？修为高有什么用？出门还是得被人抱在怀里。这个世界充满了对我这个败家子的恶意。爹，亲爹，您这是怎么了？一大早就愁眉苦脸的。别烦我。我正在琢磨着怎么才能在1个月内花光10个亿，然后找回你了。花钱？爹，您问我可就问对人了。想当年本座在上界，那也是挥金如土的主。切，你能有什么好办法？爹，您听过中州皇城地下的九龙吞灵大阵吗？吞灵大阵，那是干嘛用的？那是中州皇城皇帝为了维持皇城万年不衰的龙脉气运，套建了半个国库，用9条大地龙脉的龙魂为阵眼，建造了一个超级能量转化阵。说重点。重点就是那个阵法就是无底洞，它每天光是维持基础运转，就能消耗掉相当于3亿极品灵石的能量，而且往里扔多少，吃多少，总有天不满，绝对是您败家的不二之选呐！一天3亿，那我要是火力全开，岂不是3天就可以完成任务了？我的大长腿，我的8块腹肌，我回来了！
不对，这么重要的地方，守卫肯定森严，我怎么进去啊？爹，您别忘了，您现在长什么样？一个6岁的粉嫩小娃娃，谁会防备？只要您装出跟爹娘早熟的富家小少爷，在皇城里大摇大摆走，我再教您一个隐匿气息的法门，保证没人能发现您要去哪儿。老鬼，你说的那个吞灵阵到底在哪啊？别急啊，爹，先得找个由头，往最贵的地方去，才能掩人耳目，看到前面那座金碧辉煌的酒楼没？叫一口穷3代，是皇城消费最高的地方。小娃娃，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去找你家大人。叔叔，我饿了，我要吃饭，把你们这里最贵的蛋炒饭给本少爷端上来。小少爷，您可别开玩笑，我们这儿的蛋炒饭啊，那可是用龙蛋和万年灵米做的，一份要……废话少说，本少爷有的是钱，不就是蛋炒饭吗？我给你1000万。1000万？对，但是本少爷有要求，每1颗米必须用9天灵泉水亲自淘洗3遍，每个蛋都必须是刚从泡泡窝里掏出来的。炒饭的火呢，必须得用3倍真火。谁敢偷工减料，我就把你的店给买了。都愣着干什么？快去啊！把我们珍藏了300年的那滴9天灵泉给我拿出来！还有，快去后山，把那只当祖宗一样供着的火羽鸡王给本老板宰了！今天要是伺候不好这位小祖宗，我们都得完蛋！老鬼，他们忙他们的，你快帮我找针眼在哪儿？爹，别急，这酒楼的风水就建在一处龙脉分支上，吞灵阵的入口就在这酒楼地下的藏宝库里。你这顿饭点得妙啊！小祖宗，您要的蛋炒饭来了，还有这几道菜是我们老板孝敬您的，不要钱。这都一分，结账吧。哎呦，祖宗，您可千万别结账呀！啊，你开店不收钱的吗？这顿饭啊，不仅不要钱，我们酒楼还倒贴您300万。求求您高抬贵手，就当是来我们这视察工作了，行吗？我们只是想败个家，吃顿饭而已，怎么又赚钱了？哎呀，本少爷不差钱，我要付钱，你必须收下。哎呦！师傅，我们明天真的要去黑虎门吗？他们门主可是筑基后期的强者，而且手下还有几百号人。当然要去，礼尚往来嘛。发布连环败家任务，前往黑虎门，送出宗门地契以及全部家当，败家越彻底，奖励越逆天。最终大奖：宗门护山大阵、神级，加结丹期傀儡卫士1名。送地契，西董，你这是要把我家偷了送给别人啊？刺激，我喜欢。清雪，去把库房里那几口发霉的大箱子都搬出来，还有，把宗门的房产地契都找出来，打包。啊，师傅，您这是要跑路啊？跑什么路啊？这是见面礼，空手上门，多不礼貌啊！陆长哥，你伤我长老，还敢只身前来送死？今日我就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哎呀，王门主，误会，都是误会。赵长老不懂事，我昨天啊，只是稍微教育了他一下，今天我是来特意赔罪的。徒儿，把东西呈上来。王门主，为了表达我的歉意，这是我靠山宗所有的积蓄，还有这座山头的地契，全部无偿赠送给贵宗，只求王门主高抬贵手，
让我们师徒离开。老鬼，就是这里吗？没错，爹，就是这儿。您把手按上去，我教您一句口诀，就能开启隐藏的阵法通道。我的大长腿，我来了！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味儿，烧钱的味道。我的天，这是什么情况？灵气浓度比平时高了10倍，我卡了50年的瓶颈松动了。是圣人，一定是上古圣人降世，来普渡我们众生了！快拜，快吸收这天赐的祥瑞之气！8亿、7亿、6亿，哈哈哈，爽，太爽了！我正在紧箍修炼，突然感觉到护国大阵的能量在疯狂暴走，我还以为是有强敌入侵，结果竟然是这个小东西。他在干什么？他在给我的护国大阵充值。我的青春，我的身高，马上就要回来了。小家伙，原来是你啊！完蛋了，被抓包了。你就是外面传的那个降世圣人，你刚才的行为，差点让整个皇城的灵气系统崩溃。我就是看这些大虫子好像很饿的样子，所以就喂了他们一点吃的。好了好了，不哭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放开我！我还没喂饱他们呢，我还差2个亿就喂饱了。这败家的风格，这不讲道理的财力，还有这缩水的模样，不会吧？难道他就是陆长歌？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走，别在这里玩了，这里危险。跟姐姐回宫里去，宫里有好吃的糖葫芦，还有很多好玩的玩具。我不走，我不要糖葫芦，我就要扔钱！你放开我！黄姐，父王，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黄姐，别来无恙啊！你千算万算也算不到我会选择在今夜，趁着你被这圣人降世的意象吸引过来的时候，发动兵变吧。老二，你疯了！你这是在谋逆！父皇待你不薄。待我不薄，只把你看作继承人。今天我就要掌控这九龙吞灵大阵，夺取皇朝气运，这皇位是我的了。黄姐，束手就擒吧。看在兄妹一场的份上，我会给你留个全尸。至于你身后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杂种，就一起上路。喂，那个穿得像个长虫的，你打扰本少爷喂宠物了，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不然本少爷要放烟花了。黄姐，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小活宝？放烟花？来来来，你让皇兄看看，
你要放什么烟花？系统备注说这个是观赏性烟花，毫无杀伤力，正好拿来吓唬吓唬他们，让我做任务，看我满天星。观赏性烟花，这他妈是送人上西天的烟花吧？逆子，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父皇饶命，我再也不敢了。是的，是那个小怪物，不是人，他是魔鬼。无双，这位就是平定了叛乱的小仙师。是的，父皇，若不是他，今夜女儿和整个皇城恐怕都已万劫不复。如此恐怖的通天手段，竟藏于这般稚嫩的孩童之身，这才是真正的高人，真正的神仙手段呢！传朕旨意，二皇子谋逆，废为庶人，终身圈禁。另，为感谢小仙师救驾之功，朕决定将国库的一半，以及中州最富饶的3座城池，全部赏赐给靠山宗，作为谢礼。什么玩意儿？国库的一半？你们皇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我好不容易快把任务做完了，你这一赏赐，我的败家成果直接清零，还盗点系统几百个亿。我不要钱，求求你们把钱拿走，我讨厌钱，我再也不想看到钱了。陆长歌，本座来了。正想把皇室赏赐的零食败出去，这老鬼居然来搅局！你这老鬼，当我败家！中州皇室，正好把你们一起炼成血珠，助本座突破炼虚期。上次没人够，这次给你放个够！这是这等禁术，你竟有如此之多！不可能！你这等蝼蚁怎会有如此财力，用禁术当暗器？老鬼，你还以为我是当初的我吗？岂不闻30年河东，30年河西？尝尝这个。这是极品仙金，你竟然用仙金砸人！哼，不用仙金砸，怎么完成败家任务？砸得越狠，返利越爽。砸的就是你，顾大人，再搬10箱来。疯了！整个九州大陆的仙金都在你这儿。哼，差不多了，该收尾了。老鬼，给我揍他！
本座不甘心败给一个败家子。哼，败家怎么了？败家能砸死你。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要么被我砸成渣，要么自爆神魂，省得我浪费灵石。不好，他会自爆，我的仙晶还没砸够呢。经验，快扔灵石，用灵石压爆他！恭喜宿主，败家击杀化神期强敌，触发1000倍暴击，奖励电虚期修为灌顶，神级净化魔印。嘿，败家升级2不误，还能清空库存，完美！现在该回去了。哎呦，最后7天了，还差5个亿的败家任务，再失败一次，我可能就要缩回到娘胎里去了。掌门，自从您被封为护国圣师后，全天下的宗门都来送礼，光是贺礼，这3天我们就收了1个亿，我们的总资产又创新高了。哎呀，钱，又是钱，我受够了。我悟了，既然所有人都想从我这里得到好处，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传我命令，动用宗门全部财力，调集所有工匠，我要在中州皇城的中心广场修建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公共茅厕。掌门，您是要用黄金去处理凡人的排泄物吗？哼，肤浅，这不是茅厕，这是我的道。这座茅厕必须用999纯金打造，茅厕的冲水系统必须用9天灵泉，里面的熏香必须是万年沉香。最重要的是，所有来上茅厕的人不仅不收钱，我们还要倒贴，每人每次补贴10块极品灵石。我要让全皇城的人都感受到我们靠山宗的人文关怀。那块砖没贴平，给我撬了出来。还有门口的补贴发放处，牌子做的再大一点，要让100里外的人都能看到。靠山宗福利，免费如厕，如厕1次赠送10块极品灵石，上不封顶，童叟无欺。这阵仗比进皇宫还夸张，哪儿敢进去如厕呀？怕不是有什么圈套？你们怕什么？这是茅厕，是拉屎的地方，不是龙潭虎穴。大爷，你带个头，进去体验一下，出来我再给你加100块。我的天，里面全是暖浴马桶，冲厕所的水喝一口都能延年益寿，这辈子值了。阁主，这陆长歌到底想干什么？你还不明白吗？他这是在釜底抽薪。茅厕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他用这种方式免费给所有人发钱，收买的是什么？是民心。他今天能控制茅厕，明天就能控制米价、盐价。他这是要用他那无穷无尽的财力，彻底掌控整个中州的基础民生，把我们万宝阁彻底架空啊！不行，不能再跟他斗了。这中州没法待了！我命令，立刻马上抛售我们万宝阁在中州的所有资产，
炼土矿场林田，全部给我换成现金！我们要逃离这个疯子的掌控！是阁主，现在就去办。三师兄，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这里阴森森的，感觉好不舒服啊！没错呀，地图上说抄这条近路能省半个时辰。奇怪，怎么突然想那是祖龙之气，我们皇室的龙脉复苏了。天佑我朝！天佑我朝啊！天佑我朝！陛下，大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啊！讲，靠山宗的三弟子叶枫刚才路过龙脉山，打了个喷嚏，然后龙脉就活了。护国圣师，您真是朕的福星啊！随便派个弟子出来走走路，都能为我朝续上1000年国运，此乃天大的功劳，朕要重赏。来人，再拨5亿极品灵石，作为靠山宗守护国运的分红。检测到宿主间接复苏皇室龙脉，守护国运有功，判定为神级气运加持，奖励宿主声望值10亿，额外奖励灵石分红5亿。我疼吗？发掉，都发掉。惩罚已生效，宿主当前身体年龄3岁，由于语言中枢退化，部分发音功能受损，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掌门，你醒了。你刚才昏迷的时候，万宝阁抛售的资产全被皇室接收，然后又转赠给我们了，我们的资产又翻倍了。圣师，喝药了。把我们的钱偷偷发掉，谁要就给谁。靠山宗无限招人，不问出处，不看修为，不看人品，凡是愿意加入者，入门即送1000万极品灵石安家费，每月补贴300万，法宝丹药无限量供应。下一个，这是1000万安家费。那好，我们宗门要破产了！天啊，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胸襟啊！老夫愿为靠山宗赴汤蹈火。短短2天时间，靠山宗就招收了超过500名修为在合体期以上的大能。这些人拿了钱之后，非但没有跑路，反而被陆长歌这种仗义疏财的行为深深折服，一个个都宣誓效忠，成了靠山宗的客卿长老。掌门，我们的钱是发出去了不少，但是好像换回来了一支能横扫整个大陆的无敌军团。从资产评估的角度看，我们宗门的综合实力又暴涨了10000倍不止。哼，累了，毁灭吧，赶紧的。这就认输了，太搞笑了！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底牌，原来是个软骨头，这就投降了？就这些破烂儿，你也拿得出手？不过这地契嘛，
倒是真的。闲破，这可是触发暴击的关键。检测到宿主遭受羞辱，且送出全部身家，由于对方极其嫌弃，判定为极度卑微败家，触发500倍暴击奖励。奖励发放：神级一次性道具灭世红莲符乘10。奖励发放：上古剑阵图，以自动替换地器内容。王门主，别急呀，其实这箱子底下还有好东西。哦，还能有什么好东西？这是我昨天画的鬼画符，送给王门主体验。装神弄鬼，给我碎！这气息不对，快跑！别看，会瞎的。师傅，这就是您说的送礼？是啊，送他们上西天，这份礼还不够重吗？走吧，徒儿，回家了。既然他们收了礼，那黑虎门的库房现在归咱们了。师傅，您真的是太帅了！哎呀，嘿嘿，我也想低调，但这实力不允许。掌门，还差最后3役，我们尽力了。啊，终于要结束了。虽然没能长高，但至少不用再受这种赚钱的折磨了。最终结算开始，经核算，宿主在本轮任务期间总计支出7亿极品灵石，但宿主将巨额财富通过民生基建、黄金屋、气运守护、龙脉复苏、人才引进、招募大能等方式，成功转化了无形的国力、民心与宗门凝聚力。此行为违背了低级败家的表面原则，却触及了舍与得的最高天道法则，舍弃有形之财，换取无形大道，此乃最高级的败家。判定最终任务超额圆满完成。我回来了，不好意思啊，看大家担心了，我只是悟了个道。妖孽，还敢出来作祟！再生父母，恩同再造，小心长乐，拜见恩公。怎么，不夺舍了？不想杀我了？不敢，再也不敢了。恩公，您有所不知，我刚才重塑肉身，神魂与天道交感，看到了上界的一角。上界早就不是传闻中的遍地仙境了，那里灵气枯竭，资源匮乏，大能们为了抢夺一点修炼资源，天天打得头破血流，比下界还卷。恩公，您这种视仙精如粪土，随便一个喷嚏就能复苏龙脉的通天手段，您才是真正的神豪，您才是行走的大道，求您了，带我飞吧，我愿意给您当最忠诚的马仔。陆长哥，给我基业，还我财路！今天我联合了上界万仙盟，是要踏平你靠山宗。区下界阵法，弹指可灭。吵死了！长乐，既然你让我做老大，就去把这些苍蝇处理掉。谢恩公给机会。等等，用拳头太慢了。系统空间开启，可提取法宝库存。别省着，既然他们想要，那就全砸给他们。砸完我再给你补货。
哇！跟着恩公，果然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那是什么？他把法宝当暗器用，而且好多都是失传的上古仙器啊！不，这不可能！从哪来这么多啊？傻子，死鬼，接好了！每一件法宝的自爆，都相当于一名大乘期修士的全力一击。数万件法宝同时引爆，威力已远超世界认知极限。恩公，幸不辱命。干得不错，这是你的奖金和下一批的丹药。师傅的败家之道，果然已经真至化境，用财富就能碾压一切。下界蝼蚁陆长歌，已可知罪。大嗓门了不起啊！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耽误我宗门搞基础建设。哼，你滥用禁忌之术，扰乱三界秩序，本是死罪。但先帝有好生之德，念你修行不易，特给尔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上缴你宗门9%9的资产作为仙界的保护费，然后自费修为，跟本将回仙界天牢服100万年，如此可免你宗门灭门之灾。保护费？就你们仙界那穷酸样，还敢收我的保护费？放肆！敢侮辱仙界！侮辱？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你说要收我9%9的资产，太少了，给你100倍。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们仙界，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们别把那扇连接仙界和下界的破门——南天门给我拆了。说什么？拆了南天门？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那是仙界的脸面，是三界的枢纽。我不管，那门太旧了，太破了，看着影响市容，我看着不爽，就要拆了它，重新装修。只要你们同意，我不仅给你们钱，我还可以出资，帮你们仙界搞全面升级改造。你们不是灵气枯竭吗？我帮你们铺设灵脉管道。你们不是法宝落后吗？我给你们更新换代，只要你们听我的。这小子是疯子还是天才？用钱买下仙界的话语权？都看清楚了啊！这是陆老板，哦不，陆圣师亲自设计的图纸。这里要用100万星辰铁做地基，那边的柱子必须是整根的剑木。谁敢偷工减料，别怪我赵某人翻脸不认人。不错不错，这花钱速度比我自己扔快多了。这才几天呀，就花掉了几10个亿。系统，你感受到了吗？这就是基建的力量。统领，不好了，我们的库存馅料用完了，光是铺设地基，就把我们仙界几万年的积蓄给掏空了。怎么回事啊？才铺个地基就没钱了？你们仙界也太穷了吧！陆圣师啊，这些小意思，材料我包了，
你们就负责干活。另外，所有参与建设的仙人，工资翻10倍，每天还发仙丹当下午茶。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呀。败家也是一门需要智慧的艺术啊。陆长哥，你做的太过火了。你是何人？竟敢直呼圣师名讳！你用金钱腐化仙界，用利益动摇三界根基，你的存在已经严重破坏了此方宇宙的生态平衡。天道将对你进行最终裁决，接受灭世雷劫的洗礼吧！圣师，快走！这是天道之旨，不可逆敌。哟，天道亲自下场了，排场挺大呀。愚昧的凡人，在天威面前，你将化为……正好天冷，给大家添把火，暖暖身子。都别愣着了，天道请客，大家泡澡。今天我买单，靠山宗全体员工，所有参与南天门建设的仙界工友都过来洗桑拿，不仅强身健体，还能淬炼肉体，纯天然无污染，先到先得啊！突破了，泡个澡比我苦修3000年还有用。不错不错，这么一折腾，又花掉几10个亿。看来呀，想要高效败家，还得是这种波及3界的大项目。圣师，您连天道都敢硬刚，还把灭世雷劫变成了员工福利，您的境界，小仙这辈子都望尘莫及啊！常规操作，都坐下。陆长哥，你赢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生灵。你无视规则，践踏秩序，但你所做的一切，却又在冥冥之中推动了这个世界向着一个未知的，但似乎更加繁荣的方向发展。所以呢，你还想劈我吗？不，我无法理解你，也无法掌控你。这样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我累了，我想退休了。恭喜宿主触发最终隐藏任务——天道收购计划。任务内容：耗尽宿主当前所有资产，买断此方宇宙天道的最终所有权。任务奖励：成为新的天道。买下天道？系统，你确定没发烧吗？这玩意儿也能买卖？万物皆有价，天道亦然。好，太好了，这才是终极的败家。还有什么？比把整个宇宙的钱都花光去买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老板位置更败家的事呢？开个价吧，这个天道我买了。买？我乃是规则的集合体，是秩序的化身，是无形无质的存在。你要如何购买？很简单，你开放你的核心权限，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
我的灵石，我的法宝，我的宗门，我的声望，我的气运，甚至是我这个人。我把这一切都打包，注入到你的本源之中，为你补充能量。而你呢，只需要把这个世界的最终解释权交给我。你的资产确实足以让这个宇宙的本源能量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维度。成交。师傅，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只是升了个职。恭喜宿主完成终极败家，败家100倍返利系统任务完成，即将卸载，临别赠礼，最终解释权归您所有。哎，以前当掌门花的是自己的钱，现在当了天道，花的是全宇宙的钱。这败家的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呀！大家听好了啊，从今天起，我宣布取消天劫这个项目。以后大家修炼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修为到了自动升级。谁要是觉得修炼太累，我还可以免费提供一键满级服务。另外，从明天开始，每天早上8点、中午12点、晚上6点，全宇宙位面随机下红包雨，大家记得准时上线领取啊！谢天道社主。我就知道，跟着陆圣师有肉吃，什么狗屁清规戒律，都不如每天领红包来的实在。你把一个充满竞争和进化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全民养老院。有什么不好？大家开开心心的，没有打打杀杀，多和谐啊！其实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问？那个把我扔到这个世界逼我败家的系统，是不是就是你搞出来的？我只是想看看，当一个生灵拥有了无穷无尽的财富之后，最终会走向何方？是毁灭，还是新生？谢谢你啊，虽然过程很痛苦，但结果还不错啊！你也别在这儿飘着了，去我创造的新世界里当个普通的凡人，体验一下每天抢红包的快乐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呀，这才是生活呀！没有任务，没有惩罚。想怎么败家就怎么败家。掌门，天道大人，又怎么了？是不是宇宙的 GDP 又涨了？不是，是万宝阁，他们彻底破产倒闭了。哼。那不是好事吗？好什么呀？他们破产了，
但是欠了全大陆几百个宗门和商会的钱。现在，那些债主联名上书，跪在咱们山门口，求我们兼并万宝阁，接手他们的烂摊子。这是收购方案。如果要兼并，我们前期至少要再投入1000亿的流动资金，我们又要花一大笔钱了。好，太好了！走，全体都有，跟我一起去败家。发财了，发财了！这是2品灵草，这是玄铁金矿。师傅，我们靠山宗，哪怕不开张也能吃10辈子了。系统，这些破烂要是搬回去，还得建仓库放，太麻烦了。而且这种低级资源根本触发不了暴击法力啊。检测到宿主面临抉择，选项 A， 搬空库房，平平无奇的暴发户；选项 B， 一把火烧光，令人发直的败家子。奖励预测 B 选项奖励100倍于 A。这还用选？师傅，您要亲自装吗？也是，徒儿手脚慢。舅爵，退后！这些东西沾染了黑虎门的晦气，不能用。师傅，您该不会是想……我的钱，我的药，我的下半身幸福，师傅你杀了我吧！做个人吧，师傅。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舅爵，我们要走精英路线，别跟收破烂似的。恭喜宿主成功烧毁价值连城的宗门宝库，败家程度丧心病狂，触发1000倍暴击返利。奖励已发放，上古洞天福地改造卡乘1，使用后宗门自动升级为仙家圣地，神级守山大阵，9天雷狱。看，这不比那堆破铜烂铁强？烧了，都烧了，我是穷鬼。徒儿，去山下买点瓜子儿，师傅要装修了。装修？师傅，把茅草换成瓦片吗？我们没钱了。肤浅。改天换地，起！这是我家。居然是万年暖玉铺地！师傅，我想把地砖抠下来卖了。有点出息，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怪哉，昨日这里还是个破落户，今日怎变成了洞天福地？长老，下面好像只有2个人和1条狗。天助我也！杀人夺宝，让这地盘！师傅，是血道门的人，他们可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强盗宗门。那小子，你被我血道门征用，等着死！怎么总有苍蝇？正好是系统送的9天雷狱阵，开启防御模式，最低档吧，怕把他们灰扬了。这是什么阵法？劫雷？不可能啊！友情提示，不要乱动啊，动一下会被劈哦。
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小的有眼无珠，小的只是路过，小的再也不敢了。路过，来者是客，不送点东西怎么行？触发随机任务，用最奢侈的方式赶走敌人，奖励神奇傀儡材料包。既然来了，就尝尝我这儿的特产。这是土，这是特产，不吃，那就是不给我面子了。修为突破了，要炸了！嘿，走你！嘿嘿，九州大陆弱肉强食，修仙修的是资源，争的是命数。而在青州边陲，落魄的靠山宗今日迎来了他的灭顶之灾，或者说，是他的新生。我操，穿越了，还穿成了马上要被灭门的掌门，这剧本不对啊！别人开局退婚，我开局被围殴。陆掌门，时辰到了，要么交出你们靠山宗最后的聚灵宝印，要么今日灭你满门。师父，不能给，这是祖师爷留下的唯一遗物，也是护山大阵的核心。给了，我们就真完了。外加100倍反力系统激活，绑定成功。新手任务：当众毁掉宗门仅存的最值钱宝物——聚灵宝印。奖励：神级功法万道独尊功，全阶极品法宝翻天印。哼哼，清雪，把盒子给我。师父，您要跟他们拼了吗？拼？哼，格局小了。拿来。识时务者为俊杰，陆长德，算你是个聪明。